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这里，我将分享各种游戏攻略、实测，还有实用小秘技，让大家能够轻松玩游戏。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，也能鼓励我创作的动力。大家好，暗黑破坏神史灵的骷髅法师与骷髅战士是出了名的脆，通常精英怪群出来，基本上死的不能再死，所以召唤这个流派也很吃装备。另外，古毛流对于精魂的掌控需求度比较高。今天要分享的是我觉得目前来说玩起来顺手也舒服的古毛召唤。在群组上偶然听到大家讨论这个流派，进而产生想要实际测试这个流派的冲动。经过不断的实测与优化后，发现这个流派其实玩起来蛮舒服的。在这里介绍给大家我的配置。首先来介绍装备。那我们先提到装备上的词条，防御方面的词条主要呢减伤跟远近的减伤、护甲、生命值、精魂上限，这几个词条为主要优先的。另外，鞋子跟项链的词条，请以移动速度为优先。在攻击面上的词条，易伤、爆率、爆伤这三个为优先，不一定全部都要有，但是有会是最好。装备上我没有优化到最完美，主要是觉得等级快100之后再去洗就好了。大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去优化词条。接下来介绍名印，头的部分可以使用暗金装备，不死面容、护甲、精魂上限、误伤、白骨误伤都是我们需要的词缀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可以换成骷髅法师的暴风雪。接着身体方面，我使用骷髅战士+2的词缀。手套我使用缠绕触须，它除了提高暴击几率之外，还有额外的暴击伤害。但未来我会将尸体触须的名印跟项链的名印对调，项链是骨子精华。裤子我使用攻击精英怪会产生屏障，鞋子是骷髅法师+2。武器呢，一样都是使用分裂，但我有2把武器。镰刀跟双手剑，我个人比较喜欢镰刀，击杀回血真的是不错用，续航力也比较高。如果能搭配到鬼迷心窍的暗金裤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常常触发鬼迷心窍的效果。双手剑的攻击比较高，我2把武器会轮流着用，武器拿久了要换一下，不然很快就会腻了。戒指幸运触发，主要是使用骸骨技能击中易伤敌人的时候，有几率回复魂能。然后戒指第2个，每拥有一个仆从，魂能上限提高。那这个主要会跟关键技能的骨质精华做搭配。这套装备总共有11个仆从，就直接提高了55点，就等于技能伤害55%，而且它是乘法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技能树的部分哦。骸骨裂片，强化骸骨裂片。4升之骸骨裂片，这个是暴击几率，不用点到易伤我们点暴击几率就好，因为我们其实会有其他的增加易伤的手段。接着再往下看，在我们的技能部分，被动技能、无声能量、不完美平衡，这些都要点，这是古毛必备的哦。再往下，劈砍血肉，幸运触发，你的伤害最高有12%几率在目标位置产生一具尸体。召唤流对尸体还是有一些需求的。另外一个古毛点满，接下来强化古毛，然后选择这个暴击几率提高5%，遭到摧毁时额外射出2枚。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，保命技能血雾1点就可以了。右边这边小兵骷髅战士精通，再往下走到我们诅咒技能这边，诅咒技能这边不用点，只需要把骷髅法师精通点满，还有2个被动技远近的增伤都2个都点起来，一个远一个近都点起来。再往下走之后，尸体触须强化尸体触须，瘟疫尸体触须，主要它会有3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敌人拉进来击晕，但你刚开始放的时候，那个敌人就会被缓速了。接下来拉进来之后就易伤，那他们被击中又被晕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时间去放你的古毛。接下来再往下走，古毛的被动技能除了急速骨化不用点之外，其他全部点满。
锋锐锯齿、碎裂骸骨、拆骨，这3个全部点满。接着再往下走，大绝我们就点死亡军团、强烈死亡军团、终极死亡军团。主要呢，我们是要复活我们的骷髅战士跟骷髅法师。就像我们骷髅战士跟骷髅法师的一些被动技，也要把它加满。治疗损失的生命不会超过生命值上限的30%。激励统帅在保持健康状态之后呢，你仆从的攻击速度提高12%。接下来往下走之后，我们选最上面的骨质精华，这一样是我们的骨毛的核心技能。技能的部分大概就这样。王者之书，骷髅我选择盾牌，每6秒使下一次伤害无效化，这个对精英怪非常有用。骷髅法师我选择冰寒法师，并且选择攻击恢复魂能，这个主要就是我骨毛精魂的生产线。最后魔像我选择牺牲，牺牲后暴击伤害提高30%，而且还是惩罚。接下来巅峰盘配置，因为等级的关系，巅峰盘没有优化到最好，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重新点过。那第一盘雕魂我使用牺牲，第二盘接骨，雕魂我使用精华，第3盘死亡气息，雕魂是法师。那其他的雕魂我觉得剥削手段跟暴饮者都还不错。基本上这次配装拿来刷噩梦地城充经验值用了。我自己打通常会找高自己等级3到5的怪，这样刷比较有效率，升等比较有感。那骨毛这个技能特色在于飞行到一段距离之后它会反弹，而且会分裂，所以对距离的掌控要稍微熟练一下。最后关键技能上魂能50以上会增伤，所以精魂越高越满，打得越痛。仆从方面呢，要尽量不要让它死掉，死掉就马上复活，不然大绝就开下去。盾牌骷髅除了6秒免伤一次，还有每次被攻击也是有上限的，所以它其实不会那么快就顶不住。只要不是那种连续的攻击，应该都还可以撑住啦。骷髅们活着，就可以确保精魂的恢复跟精魂上限的增加。上限有增加的话，输出就会高。那我自己刷的话 ，SOP 大概是远远看到怪，然后就给他来个一发骨毛，这种尸体触须，然后骨毛，这样基本上一波就带走了。如果这样一次的 SOP 带不走，那就后面的骨毛多放几个，基本上就可以带走。如果不行，就绕一下 ，SOP 再做一次，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。最后就是防护罩的怪很难打，要么我就绕过啊，不然的话就是如果有队友在，我就请队友帮忙打。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先把旁边小怪清掉，然后再用尸体触须增伤，直接跟他硬刚，或是把他拉到墙壁旁边，让墙壁反弹。这次的实测对于生存方面的话，会有一些疑虑啊。当然不是说地层里面的怪，是突然出现的，像屠夫这种突然出现的怪，我们要去跟他对抗会有一点吃力。而且假设是独狼玩家的话，自己一个打的话，要单吃屠夫需要一些技巧跟运气。我自己对上屠夫也是3战2败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手残党打不赢。我就有一次刚好打赢，刚好把精英怪清完之后，屠夫才出现，我就跟他硬刚。然后在输出方面呢，输出的面向上，我觉得练等级输出完全足够，而且我这套的装备其实都还没有洗到满。我一开始就讲过，我装备没有洗满，随便打就有破100万的，一根骨毛就有破100万。输出高的话，它刷的效率也很高。也够快。另外呢，这套装备推荐大概上世界4后再换成这套装备。开荒时期可以用暗影召唤的流派会轻松很多。骨毛召唤流我是真心觉得玩起来很舒服啦，不需要高端的精魂掌握度操作，提供更强大又迅速的精魂恢复。我想这个对我这种手残党来说非常有帮助啦，连我都可以，你们也一定可以。希望这次影片有帮助到你。记得订阅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